夏总，我们购买的地皮就在前面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赶紧逃婚！走！你放开他！你给我起来！你干什么？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爸，我不要嫁人，我要读书，爸。老子管自己家闺女啊！你别管我，别管！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只要你能让我继续学习，继续读书，我以后一定当牛做马的报答你。我求求你，求求！姑娘，你先起来。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我仗着人多欺负我是吧？行啊，等着，别走！给我卡。这张卡里每个月都会定期打钱资助你上学，拿着它好好去上学。夏总，我们购买地皮的钱都是贷款的，已经没有多余的资金。谢谢你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回报您的。谢谢你。你先起来，一定要拿着它好好上学，改变命运，知道了吗？走吧。我以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命运的。这个庆功宴都是给杨婷婷办的吗？我们这届贫困生里，杨婷婷是最优秀的。等她以后有了出息，一定会报答您的。以后你们谁要是拿了第一，我就也给谁办庆功宴。好。哇，婷婷，这场宴会可是因为你考了第一，夏小姐特意为你准备的呀。夏然她就是知道我怀了他们夏家的孩子，所以故意给我摆的鸿门宴。婷婷，你能有今天都是夏小姐资助的，你现在上门闹事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他夏然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明明知道我肚子里怀着的是他们夏家唯一的儿子，我不把他赶出去，就已经是在报答他了。是啊，她不过是个女儿，怎么比得上你肚子里的儿子？我们跟你一起进去，好好杀一杀夏然的威风。婷婷，这是你的庆功宴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是主人的位子，你不能坐。你和你妈不就是知道我怀了你爸的儿子，所以故意搞了这么一个宴会，想要逼我离开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位置我没做错，我现在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应该喊我一声妈。我爸明明走了已经10年了，我和我妈明明是亲眼看着我爸火化的。家属请节哀，我们要准备火化了。妈，我爸已经去世了。我现在肚子里怀着的就是你爸的儿子。婷婷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你现在赶紧起来，给我妈道歉。给你妈道歉？我做错什么了？她嫁进你们夏家这么多年，只生了你这么一个，让你们夏家的万贯家产面临着无人继承的结局。我好心给你们夏家生儿子，传宗接代，我可是你们家的大恩人，一个大恩人，还需要跟一个道歉吗？如果杨婷婷说的是真的，那这夏然岂不是得叫她一声妈？杨婷婷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！你现在立马起来给我妈道歉，要不然我就停了对你的资助。停了对我的资助？笑话！我现在肚子里怀着的可是你们夏家的儿子，
我以后就是你们夏家唯一的女主人。杨婷婷，你怎么这么恶心？人家好心资助你，你却破坏人家的家庭。就是啊，杨婷婷，夏然和夏然妈妈对我们这么好，难道你没有心吗？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恩将仇报，我跟你们可不一样。你们接受的是夏然和他这个没用的妈资助的，我接受的是夏家的资助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夏先生爱我，他看了我的资料，对我一见钟情。我爸明明已经去世10年了，绝对不可能资助杨婷婷。他对我很好，关心我的生活，还关心我的学习。我爸的戒指为什么会在你手上？当然是你爸送给我的啦。最近学习辛苦嘛，买些生活用品吧。缺的话呢，你就跟我说。这枚戒指是夏家的传家宝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一定要保存好，千万不能让夏人知道，知道吗？这枚戒指可是我们夏家的传家宝，我爸去世前就已经丢失了的。我爸的确已经去世了，并且他根本不可能会把这个戒指送给你。夏然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进夏家的，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编出你爸已经去世的这种谎言。我也不妨告诉你们，其实我本来也不想立刻宣布我怀孕的，我也想着等孩子生下来再说。可是你们看看夏然，他在得知真相之后，急不可耐的想要把我立刻逼走，还在我面前得意的说什么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我现在可是被夏先生捧在手心里的宝贝，我觉得应该认清自己的身份的是你才对吧？杨婷婷，我们夏家好心资助你上学，你就是这么报恩的？当然，这个就叫做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还真是巧言善辩。有一件事情你恐怕不知道吧？一直资助你的人是我，根本不是我爸。因为夏然的爸爸已经走了10年了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这个就是我怀孕的诊断证明。杨婷婷真的没说谎。就算你真的怀孕了，这孩子也不可能是我爸的，因为我爸早就已经去世了。是啊，婷婷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夏然都说了，他爸爸去世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呀，不可能是夏先生的。你们给我闭嘴！夏然，我其实早就猜到了，你们办这个什么庆功宴，目的就是为了宣示主权，好让我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然后离开夏先生。我原本以为你们会道德绑架，或者是直接甩给我一张支票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你们居然编出夏先生已经去世的这种谎言。夏先生要是知道你们这么诅咒他，他难道不会把你们赶出夏家吗？我是不可能为了骗你来诅咒我爸的，并且我爸的确已经去世了，怎么可能死而复生的来资助你，更不可能给你生孩子，并且我爸妈很相爱，他是绝对不会背叛家庭的。夏然，你为了阻拦我和你爸在一起，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你可真是你爸的好女儿啊！要是你爸真的死了，那这么多年是谁一直用夏家的名义资助我的？难不成是你吗？当然是我，在座的同学都是我资助的。你不信可以问问他们，我之所以用夏家的名义来资助你，那是因为……你给我闭嘴！夏然，我跟你爸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就想过以后的事情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啊！我只是想着要把你这个不会下蛋的妈给赶出去。杨婷婷，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你要是再敢侮辱我妈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夏然，只要你乖乖的给我磕个头道个歉，叫我一声妈，我是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毕竟你也是夏先生的种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有儿子了，你一个女儿对我也造不成什么威胁。而且你长得还不错，也许
能帮我的儿子铺路联姻，可是你现在居然帮着你这个贱货妈妈一起想把我逼走，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。杨婷婷，我把你从大山里拉出来，让你见识外面的世界，让你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你却想要当我的后妈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就是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。杨婷婷，你肯定没好报。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资助你这个白眼狼。当初帮我是你自愿的，我可没逼你。要怪，就怪你这个妈没能帮你生个弟弟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有可乘之机。你说夏先生已经死了，可是我昨天还见过夏先生，他还和我说你妈就是个贱人。不可能！别说我老公去世这么久，就算他还活着，也不可能说出这种话。你留不住夏先生的人，还敢诅咒夏先生死？我告诉你，夏先生说的可远远不止这些呢。够了！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！你如果不滚出去，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！萧然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，并且叫我一声妈，我就不把你诅咒夏先生这个事儿告诉他。你还真是狂妄啊！说实话，夏先生的脾气不算好，他本来就对你和你妈意见很大。要是他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你就做不成你的夏家千金，只能和你妈被赶出去，苦哈哈的过一辈子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你们疯了吗？我肚子里的可是夏家的儿子，你们想把我打流产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我告诉你们，夏然他妈早就和夏先生离婚了。他现在之所以还住在这儿，是因为夏先生的善良，而且我已经和夏先生结婚了。你们清醒一点啊！夏然和他妈就是故意想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给打掉，所以才找了你们这群替罪羊啊！你们搞清楚，我才是夏家的太太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才会是夏家以后的继承人。你们应该听我的，只要你们现在把夏然他妈和夏然好好教训一顿，我可以给你们涨工资。我是穷人出身的，我比夏然和他妈更理解你们的苦楚的。啊，夏先生真的已经去世了，你难道没有看到他的遗照吗？你们做的很真实啊，但是这个照片根本就不是夏先生。杨婷婷，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还不信？你们还挺厉害的嘛，专门找了一个跟夏然有点像的照片。说实话，看这个照片，我以为夏然根本就不是夏先生的亲生女儿。以前我认为夏然长得不像他爸爸，或许是像他妈妈呢。现在这看起来像的，或许是另有其人呢。你再敢出言不逊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我看是你们母女俩心虚吧。好，既然你说你跟我爸在一起，那你敢不敢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？对，杨婷婷，既然你已经联系到我，夏先生，那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喂，老公，你女儿和你老婆在你家欺负我呢，你赶紧过来给我做主呀！等夏先生来了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夏然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跪下给我道歉，并且把你这个不中用的妈给赶出去，
我可以考虑原谅你，否则等夏杨婷婷，我们夏家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我不管这个夏先生是谁，你现在给我滚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！老公，老公，怎么办啊？你前妻和你女儿把我叫到这儿来要欺负我，我只是爱上了你，虽然违背了道德，但是爱情它是无罪的，我们肚子里的孩子他也是无辜的呀。您还不知道吧？你没来之前，你前妻和你女儿竟然直接诅咒说你已经死了，还弄出一个假遗照来骗我。好了好了，没什么事儿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老公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你已经跟他离婚了，现在咱们两个才是夫妻，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啊？你忘记你跟我说的了？你说你有多讨厌你前妻，她像个木头一样。夏春生，当真这么说过吗？夏然，他是你爸爸，你怎么跟他说话呢？你就不怕他把你们赶出去，流落街头吗？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！夫人、小姐，这都是误会啊。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叫他们夫人小姐啊？你不是夏家的一家之主吗？杨婷婷，我刚才已经告诉过你了，我爸已经去世了。你这个宝贝老公夏春生，他不是我爸，他曾经是我家的司机，甚至还迷之自信的把我妈的温柔当成是对他有意思，竟然还敢自信到追求我妈。后来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，已经把他开除了。什么？夫人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色迷心窍，可是我真的喜欢你啊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辛苦你去接送那些贫困生了。啊，快去歇歇吧。啊，哎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夫人，我教你好点，先生不在了，你就跟了我吧。夫人，夏春生，你放肆！住手！好你个夏春生，偷东西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欺负我妈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以后不想在夏家看见他。夫人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夫人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儿，一个妄想当我后爸，一个意图当我后妈，难怪你们两个能走到一块儿去。夏春生，你不是夏人的爸爸，你还偷东西，你还偷东西，你！行了，我什么时候说是夏人的爸爸了？你不要胡说，我只是说姓夏而已。看他这个气势，一定就是夏氏集团的总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出门着急，忘记换身衣服了。请问，先生您是？我姓夏，
你是杨婷婷吧？啊，上车，我送你去上学。夏春生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明明是你故意勾引我吧？再说了，我偷东西不也是因为你吗？你老跟我说你那个同学有很多奢侈品，你什么都没有，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奢侈品呢？我当然只能偷夏小姐的了。怪不得你说这些东西绝对不能让夏然给看见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夫人，小姐，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先走了。夏春生，你个王八蛋！我本来可以有很美好的未来，本来可以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，彻底改变我的命运，都是因为你！这属于诈骗罪！我要报警！我要抓你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！你装什么贞洁烈女啊？我什么时候说夏然的爸爸了？我只是说是夏而已，你就激动的不得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第一次穿高跟鞋，我还不太习惯。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先生，我穿这身衣服会不会不太合身啊？何止，你穿这身衣服太美了。我当时刚离婚，我追求夏太太有失败，我正憋着一股气呢。你送上门来，我不满足你吗？夏春生，这个畜生！我跟你拼了！我畜生！畜生！够了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拉出去！今天让大家看笑话了，大家先回去吧。然然，今天发生这种事，学校那边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？妈，放心吧，有影响的不是我，是杨婷婷。哎呀，你现在跪下来喊我一声妈，我就原谅你。不然的话，我肚子里的小宝宝一出生，继承了夏氏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我资助你，你还想当我后妈呢？那可不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小贱人！哎呦，这不是夏太太吗？怎么这么一副狼狈样？难道是前几天逼宫上位失败了？上次不是你看电影吗？你说你要兼顾学业，好啊，表面上是个贞洁烈女，背地里想当别人后妈呀！你们别乱说，我也是被夏然给骗了，我是被夏然给骗了。呸！夏然对你那么好，供你上学，让你长见识，你就是这么感激他的？说到底啊，还是我们杨婷婷人好啊，她就想一辈子对夏然好，所以啊，才敢当人家后妈呢。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别过来！滚！杨婷婷，你就是个社会垃圾，就只配跟这垃圾待在一块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杨婷婷，回头看看，你继女夏然来了，还不赶紧跟人家打个招呼？夏然，我求求你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我也是受害者，夏然。受害者？杨婷婷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！你难道忘了前2天你在我家趾高气扬的样子了吗？你这一切，全都是咎由自取。还有一件事，
我要取消对你的资助，来帮助那些更有道德感的同学。夏然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看到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心里应该很开心吧？可是，你就敢说你自己是无辜的吗？这一切分明就是你的责任！你隐瞒了你自己的身份，你还故意让夏春生去接我，让我误以为夏春生是资助我的人，也是因为你。既然你都已经资助我了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让我变成人上人？为什么还要让我过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？为什么？艰难困苦？你是不是好日子过多了，忘记什么叫做艰难困苦的日子了？如果没有我，你早就被你爸妈卖去换彩礼了。我让你吃得饱穿得暖有学上，难道还是我的错了？对，上学有什么用啊？你身价过亿，随随便便一块手表就足够我奋斗一辈子。我这么努力，我得到什么了？我到底哪里比你差？我想过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夏然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已经和夏春生领证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。只要你给我钱，让我能彻底离开夏春生，让我能过上好日子，让我能不像这群傻逼一样当牛马，我愿意把我这个孩子生下来给你，让你们夏家后继有人，好不好？杨婷婷，你疯了是吧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还好意思让夏然帮你？就是，夏然对你那么好了，明明是你贪得无厌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本来就是我们家的继承者，轮不到你给我个野种来当继承人。夏然，我这是在回报你。我跟这群臭学生不一样，他们只会死读书，只能当牛马，他们根本就回报不了你啊！杨婷婷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我们出去以后都是凭自己，比你强多了。告诉你，我们夏然可受不起你的暴打，你别恶心人了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跟夏然说话的有你们什么事啊？夏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再帮我一次。杨婷婷，人要自爱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。还有，这些人就算是当牛马，也是正正经经的牛马，也比你这种投机取巧来的高尚多了。一会儿。夏然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婷婷，你别冲动啊！婷婷，你别过来！再过来我就跳下去！有什么事咱们下来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婷婷，都是夏然他逼我的！去，你们快把夏然叫上来！夏然，我现在快被你给逼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杨婷婷，你先下来，只要你下来，你不是想要钱吗？我可以考虑给你钱。我呸！谁要你的臭钱？你就是嫉妒我学习比你好，嫉妒我在学校比你受欢迎，所以你故意找了你的司机来欺负我。现在我怀孕了，我的人生都被你给毁了，你还要装出一副圣人的模样来劝我别跳楼？你别激动，你少惺惺作态了，我的人生都已经毁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但是我死可以，我一定要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夏然到底是个多么恶心的人！你假借着资助的名义来伤害我们这群对知识渴望的可怜人。婷婷，你才21岁呀，你的人生还很长。如果你怀孕了没钱做手术，老师们可以帮你啊。只要活着，一切都还有希望。你那么优秀，假如你跳下去了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
你就白死了呀！老师，我已经没有未来了，我的人生已经毁了，我已经不想活了。夏然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婷婷要是跳下去了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的一辈子也会被毁掉的，这可是一尸两命啊！杨婷婷，死是最容易的，你想想那些爱你的人，你先下来，只要你下来，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好商量。是啊，婷婷，你先上来，你上来一切都好说，你想要什么老师都答应你。夏然，我要你承认罪名，我要你去坐牢，我要你跪下给我道歉，我要你弥补我所有的损失。现在学校，包括是国内，我都已经待不下去了，你必须给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去国外好好生活。如果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那我就只能去死了。夏然，你先答应婷婷，先把她骗上来呀！我早该猜到，一个那么爱钱的人，怎么可能说自杀就自杀？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杨婷婷的自杀，只是要我妥协。婷婷，我相信你，不要自杀。你这么刻苦，怎么可能是拜金女呢？是啊，婷婷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全貌，但我相信你一个女孩肯定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和信誉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你快回来吧。是啊，之前都是好好的，只是因为你参加了夏人的强攻宴，结果变得人人喊打了。这一切都是有钱人的阴谋啊！说什么呢？明明是杨婷婷在夏然家里大放厥词，还要当夏然的后妈，你们休想把过错算到夏然头上。就是啊，我可以作证，明明是杨婷婷她自作自受，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骗人，胡说八道！你们是夏然的自助生，你们就是他的狗，你们肯定会为了他颠倒黑白来害我的。如果我要是死了，你们就是杀人凶手，你们也别跑！夏然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你一定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杨婷婷，我早就猜到了你会颠倒黑白来找我要钱，所以我早早就准备好了证据来证明我自己。我刚刚说的那些不过都是在拖延时间，我的证据现在到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出来吧！杨婷婷，你他妈能耐了是吧？大家别误会，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。夏小姐呢是个好人，是这个杨婷婷她勾引我，主动跟我上床的。你骗人！那天明明是你喝多了，你强迫我的。杨婷婷，你敢做不敢当是吧？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哎，夏先生，你看外面雷电交加的，我一个人睡觉实在害怕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？你听，人家的心脏都被吓得心跳加快了。行，我留下来陪你。我本来以为她对我是真爱呢，在她怀孕后，我就跟她领了结婚证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她误以为我是夏然的爸爸，才跟我在一起的。天地良心，我绝对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你胡说八道，你骗人！那天就是被你给强迫的，而且他跟我爸差不多大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？我知道，肯定是夏然。夏然他为了污蔑我，所以他给了夏春生钱，想让夏春生过来胡说八道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夏春生的账户，看一看是不是夏然给了他钱。该不会这杨婷婷说的是真的吧？没错，我的确给了夏春生钱，但夏春生就是个无赖，他怎么会帮着我来对付杨婷婷呢？杨婷婷毕竟是他孩子的妈妈，我只有给他足够的利益，才能让他知道谁是对的。可是我没想到夏春生会真心的帮我，犯不上去查什么银行账户，人证只是其一，毕竟口说无凭，我还有其他的证据，发出来吧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你们看到的这些就是庆功宴那天的监控。杨婷婷，你应该没想到我还保留了庆功宴那天的监控吧？没错，这事确实是我做的，可是我也是为了我孩子啊！是夏然让夏春生欺负我，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，
春生得手，我也只是想给我孩子一个家。我做错什么了？做的明明就是夏然。杨婷婷，你还是不知道悔改。夏先生，人家已经急不可耐了。想不到杨婷婷私底下竟然是这种人，表面还装得冰清玉洁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杨婷婷，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！我好心资助你，你却想来当我后妈，现在还想来反咬我一口，真恶心，就该去死！快跳下去吧！就是去死吧！跳下去，去死吧你！这我给你！不要啊！本来孕妇情绪就不稳定，现在再加上高坠，孩子没有保住，而且杨小姐的身体已经不适合怀孕了。我们尽力了。跟老子找事儿！你就是夏春生，我女儿的肚子就是被你搞大的。岳父，岳父，岳父，这是个意外啊！您先松手，咱是一家人。什么他妈一家人？你要是不赔钱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去坐牢啊你？岳父，我跟婷婷领证了。你们俩啊，背着我就私自结婚啊？彩礼呢？岳父，这张卡是给婷婷的彩礼钱，这不是事出突然吗？要不然我肯定去拜访您跟岳母的，提了亲再娶婷婷的。爸，你不能收他的钱，我不要嫁给他。你嫁给谁不是嫁呀？好你去，好你去。以后婷婷就交给你了啊，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好，走。爸，婷婷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？给我乖一点呀！我知道，你放过我。放过你？老子钱都花你身上了，我怎么放过你啊？啊！你做梦啊！我钱会还给你的，我一定打工还给你。完了！你收了我的彩礼钱，而且咱俩领证了，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老婆，这辈子都别想他妈离开我！不要！现在说不要了啊？当初你求老子上你的时候，不是挺卖力的吗？啊！放心，老公会好好疼你的，让你感受感受人生快乐。他妈给我老实点儿！敢他妈咬我！我现在身体真的遭受不住。你怎么扫兴啊？明天把身体给我养好，到时候呢，老公接你回家。我绝对不能跟夏春生回去，否则会被他折磨死的。现在只有夏然能救我了。感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的莅临。为了完成我父亲的遗志，我和我的母亲一直在默默资助贫困生。我们商议决定，特别成立夏氏助学基金会。夏小姐真是菩萨心肠啊，愿意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们。能被夏家资助啊，前途肯定一片光明。婷婷，你来做什么？夏然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吧！那个夏春生他根本就不是个人啊！他不仅把我关起来，他还打我！夏然，你那么好心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
这次一定记着你的好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杨婷婷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，还想着不劳而获。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既然你当初自己做了选择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请你现在立刻离开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夏然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出了一点小插曲。我现在郑重宣布，夏氏助学基金会正式成立。夏然，给我去死！冉冉，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！我没事嘛。这吊灯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掉下来呢？这吊灯怎么会莫名其妙的掉下来呢？夏小姐，我们刚抓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，他弄坏了宴会厅的灯，您看怎么处理？竟然是你！放开我！夏然，你怎么还没死啊？杨婷婷，我不救你，你就要杀了我！这一切都是你罪有应得，我这是在替天行道。各位，夏然他根本就不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样子，你们都被他的表象给骗了。他就是这么一副伪善的面孔，表面上是想资助我，背地里却是利用我，榨干我的价值，好为他们公司赚钱。可我就是一个受害者啊！杨婷婷，编故事麻烦你也编得像一点。你说的这些话，是个明眼人都不会信。你是在把大家当傻子吗？我也是夏小姐资助的，夏小姐根本没有问题。杨婷婷，你别诬陷夏小姐。就是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身上的这些伤就是证明。我受不了夏春生的折磨，想要跑。结果他把我抓起来一顿毒打。夏春生就是夏人他家的司机，就是他指使的。杨婷婷，你怎么倒打一耙呀？明明是你自己认错人，以为夏春生是我老公才去勾引他的，现在怎么把脏水泼到我女儿身上？我知道我自己势单力薄，说不过，但是我有人证。爸，进来吧。我就是杨婷婷的父亲，我可以作证，就是他，就是夏然逼着我把婷婷卖给了夏春生。这张银行卡啊，就是夏然买婷婷的证据。哎，快看，真的有证据！一张银行卡而已，万一他们是偷的呢？就他们这种穷人，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？这张卡就是夏然给的封口费，他就是这么一副虚伪的面孔，表面上是要资助我，背地里去做着不可见人的勾当。我们这种穷苦人家，以为即使有好日子过了，没想到其实是另一个地狱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这上面的每一笔钱啊，都是夏然打给我的。天哪，没想到夏小姐竟然做这种事，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杨婷婷，你还真是巧舌如簧啊！既然你说这些都是我做的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？该不会说警察也是我的人吧？你刚才来求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还会颠倒是非黑白。你说你有证据，那你就和夏春生当面对质。婷婷乖，老公回家。我不要跟你回去，我不要跟你回去，我不
公呢，好好疼你的。跟我回家。夏然，夏小姐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！我不能跟他回去，我跟他回去会被他打死的！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你是个成年人，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杨婷婷，帮过你，给过你机会，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我这个婆娘不懂事儿，回家我一定好好的管教管教她，不给你添麻烦。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回到夏家工作啊？哎，那个夏小姐，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知道错了。夏春生，我如果给你机会的话，不就等于承认你和我之间就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吗？你们夫妻两个的事情，我不参与。但如果你们还要继续纠缠的话，那我只能报警了。来人，把他们拉出去！哎，你冷静，你别冲动啊！杨婷婷，你快放开冉冉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既然你们不给我留后路，我就拉着他一起陪葬。杨婷婷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下去。错，我只不过就是犯了一点小错，怎么就还十恶不赦了呢？你既然已经资助了我，为什么不一直资助下去？你以为你资助的这些贫困生没有我这种人吗？他们只是虚伪，没有告诉你罢了。人都是会变的。我当初遇见你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你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人。适可而止，收手吧。收手？你觉得我还有退路吗？我要是跟夏春生回去，我还能活得下去吗？这里都是夏家的人，你觉得你能动得了我吗？夏春生，你还不赶紧过来！只要我们拿捏住他，他夏家的资产就都会是我们的。杨婷婷，你还要再继续执迷不悟下去吗？执迷不悟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我做什么都没错。夏春生，好，老子今天就跟你干票大的！你给我让开！哎，小心！停好！你觉得你们动得了我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老乡，哎，你来人，把他们拉出去！放开我！我说过，你们不可能成功的，把他们押到公安局，接受法律的惩治吧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是时候让你们接受惩罚了。时隔多年，终于把我爸的这个戒指给找到了，好好保管。夏小姐，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？夏小姐，这些都是家里自己种的，带过来给您尝尝鲜。夏小姐，您现在资助我们，我们将来一定好好学习，为您做牛做马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是啊。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好不好？只要你能让我继续读书，我以后一定当牛做马的报答你。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像杨婷婷那样想着不劳而获，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夏小姐，您能继续资助我们，我们肯定不会当白眼狼，让夏小姐心寒的。夏小姐，您能继续资助我们，我们肯定不会当白眼狼，让夏小姐心寒的。是啊，夏小姐，谢谢你。我不希望你们回报我任何东西，只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回报社会和国家。对了，我前几天还在路边看见杨婷婷了呢，她现在可惨了，被她老公拴在路边。哎呀，惨什么惨？那都是她自己选择的，又没人逼她。也是啊。行了，今天就不说她了。你们以后谁要是取得了好成绩，我就也风风光光的给你们办庆功宴。好。我依旧会资助那些因为家里原因无法上学的人。我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比较多，
只要我有这个能力，慈善这条路我就会一直走下去。